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这牛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加班1个小时能多挣10块钱，但这得攒多少年才能在南城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啊？1个月就那么点工资，除去房租水电，能剩下100块就不错了，还想买房？别做梦！行了行了，干活吧。啊，着火了！啊，火势太大了，快跑啊！那可是我辛苦1周加班赶出来的服装，要是被烧了，我就白干了。终于把加班做的衣服都救出来了。检测到宿主在危机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拯救公司货物，符合善报系统绑定条件，系统绑定成功。系统绑定成功。你是什么东西？恭喜宿主成功绑定善报系统。善报系统，只要宿主做善事帮助他人，就可获取丰富奖励。检测到宿主拯救衣物，奖励现金10万元。10万？怎么可能？10万元现金现已转入宿主银行卡，请注意查收。银行卡到账10万元。真的到账了10万元，我要发达了。昨天晚上厂里发生火灾，属于重大安全事故。龙萌萌，出来！萌萌，昨天晚上的大火，你拼命救出了那么多衣服，王主任肯定是要给你发奖金了。王主任，龙萌萌，你被开除了。啥情况啊？这是王主任，你为什么要开除我？昨天作坊着火，是我把衣服救出来的。你还好意思？昨天你们2个把衣服救出来，那是应该的。昨天厂房大火，损失50万，这个钱你来赔。王主任，我1个月工资才3000块钱，我上哪去弄50万？况且昨天作坊着火是因为线路老化，也不是我的责任呢。你废什么话？这工厂我说了算，要么赔钱，要么抽出去滚蛋。我都有系统了，这工作不干也罢。王主任，我来咱们作坊好几年了，根据相关规定，你开除我，你需要赔偿我5万块钱。陆萌萌，你敢跟我要辞退赔偿？南城所有老板我都打好招呼了，以后所有工厂都不敢再用你。拿着5万块钱和你的破烂，赶紧给我滚蛋！穷酸样，这辈子都挣不到钱。不用又如何？我有善报系统，做好事就能有奖金，谁还要继续当场卖？有了这5万块钱，可算出口恶气。哎呀，我的腿啊！哎呀，我的腿！啊，这老婆婆的头上是什么东西？这老婆婆的头上是什么东西？系统说帮助他人就能获得奖励，难道这是系统提示我这个老婆婆需要帮助？婆婆，哎，姑娘，别去了，现在老太太摔倒可不是随便敢扶的，万一讹上你了，就你那点工资还不够赔嘞。没错，可千万不能扶。我朋友去年就因为扶老太太被讹了5000呢。那可是要没人帮的，万一伤得严重，耽误治疗怎么办？哎呀，你别去了，现在好心没好报，他要讹上你了，你不够赔的，你赶快走，别管了。婆婆，你试试脚能不能动，我扶你到台阶坐着，再帮你叫救护车。哎呀，走不了了，好像伤到骨头了。哎，这姑娘要倒霉了。走吧走吧，别拍了，别一会儿扯到我们身上，我可没钱。那我送你去医院。这里疼不疼？不疼。这儿呢？姑娘，您奶奶的腿并无大碍，回去多休养休养就好了。那就好。这是医药费，你去缴一下费吧。好，谢谢医生。这医药费也太贵了吧，居然要2000块。婆婆，你的医药费我已经帮你交过了，我也帮你联系了家里人。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谢谢你啊，医药费我一定还你。婆婆，我叫陆萌萌，要是你有需要，您随时联系我。妈，哎，儿子，就是你把我妈腿撞伤了是吧？小俊，不是我没有撞婆婆。你还不承认是吧？你这种人我见多了，你爸妈腿撞伤了，医药费、营养费1分都不能少，否则我报警把你送进监狱。小俊，你误会萌萌了，不是他给我撞的，是我自己摔伤的。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好端端的，你怎么会自己摔倒呢？肯定是他撞的你。你误会萌萌了，不是他给我撞的，是我自己摔伤的。妈，萌萌，对不起啊，我老头子前2年被人撞了，撞他的人跑了，
哎，我花光了所有积蓄，老头子还是没了，所以我儿子才会误会你的。婆婆，您的医药费不用还我了啊？这怎么行啊？我必须还你。婆婆，真不用还我了。2000块钱不是小数目，我看你的穿着也不像是个有钱人。我儿子现在在外面打零工，能挣点钱，我的医药费必须还你。善报系统检测到宿主坚持救助受伤老人，遭遇误解仍保持善意，触发善报系统奖励机制。系统这就发奖励了，奖励现金100万元，已发放至宿主账户。100万！银行卡到账100万元。我扶了一个老太太，就获得了100万。看来我猜的没错，黄色问号就是系统任务，证明她需要帮助。萌萌，萌萌，婆婆，你把卡号告诉我们，我这就把医药费还给你。婆婆，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医药费不用还了，我再给你1000块钱买点补品，补补身体。萌萌，萌萌，原来做好事就会发财，耶！哎呀，昨天我只是余额只有100块钱的场妹，没有想到现在就是南城银行高级 VIP 用户了。唉，这金卡真漂亮啊！哎，已经1天没有吃饭了，现在我要奖励自己去南城最贵的饭店吃饭。一份拍黄瓜要288，市场上3块钱能买好几根了。亲爱的贵宾，如果您对本店的菜品不满意，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口味为您定制。不用了，不用了，这些菜除了贵点儿也没别的毛病了。不过我现在有钱了，既然是犒劳自己，那就吃一次吧。我要这个，还有这个，谢谢。好的，贵宾，请稍等。哇塞，这里好漂亮啊！要不是我突然有了善报系统，我这辈子都来不起这么贵的饭店，吃这么贵的饭菜。你没长眼啊！你知道这件衣服值多少钱吗？这不是王主任吗？我老婆不是怀孕了吗？旁边这个女的谁啊？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红酒洒在这位女士衣服上，我就给您干洗，真是不好意思。洗什么洗？这件衣服不能水洗，不能干洗，这是奢侈品，你懂不懂？你1年的工资都买不起1件，跪下给我女儿道歉！实在是太欺负人了。他头上有问号，看来这个服务员需要帮助。本来就看王主任不顺眼，这下还有系统发布的奖励任务，这个服务员我帮定了。王主任，这服务员也不是故意的，你何必为难他呢？陆萌萌，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你在南城找不到工作，想来这当服务员啊？王主任，不就是弄脏了他的衣服吗？洗洗就好，干嘛让人下跪呢？洗？我这身衣服可是我们家老王刚刚给我买的奢侈品，我今天第1次穿，就让这个穷骚货给我泼了一身的红酒。对不起，女士，可是您刚刚撞了我一下，我才不小心把红酒洒在您身上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撞你了？哎，宝贝儿，你跟个服务员较什么劲儿？切！哎，今天你要不把衣服给赔了，我就让你们经理开除你。我真的没钱赔，我挣的钱还要给我弟弟上学呢。你放心，我一定把衣服给你洗干净。求求你别告诉经理了。不想赔是吧？行，我马上就喊你们经理来。求求你，我真的没钱赔。经理呢？经理呢？多少钱？我替他赔。女士，谢谢你，我自己犯的错，怎么能让你赔呢？没关系，说吧，多少钱？我来赔。你来赔8万，拿钱吧。8万？怎么会这么贵？穷骚货，还有那个替穷骚货出头的，拿钱来吧。女士，这8万块钱我自己想办法，您别管了。不就是8万块钱吗？我赔得起。不行的。哎，陆萌萌，你什么意思啊？王主任，我听说上个月你跟林小燕借钱，说是老婆怀孕需要用钱。哎呀，这奢侈品衣服就是好啊，显得你爱人身材这么好，一点运动都看不出来呢。好啊，你居然有老婆啊！你别听他乱说，没有的事儿。我确实没有乱说呀，这高档衣服看着就是好，一点运动都看不出来。等我以后有钱了，我也要买这种价值8万块高档衣服。这到底怎么回事？好像有人吵架，快去看看。哎，不对呀，你这件衣服是今年最新款，不过我记得这领子上是有花纹的呀，你这件怎么没有？莫不是高仿的吧？瞎说什么呢？走。好啊，渣男！你都结过婚了，你告诉我没结婚，买件衣服你还买假的，分手！渣男！
哎，那我给你转的1万块钱还给我呀！陆萌萌，你个贱人，我把你开除记恨我，故意整我是吧？坏我好事儿，看我不砸死你！住手！住手！放开我！你们醉仙楼就是这样对待客户的？经理，我现在命令你把陆萌萌给我赶出去！对不起，王主任，陆女士是我们醉仙楼的贵宾。贵宾？她一个被开除的工厂妹，身上连100块钱都没有，还贵宾？陆女士手上的这张龙卡是南城的 VIP 卡，在我们醉仙楼享有贵宾待遇。龙卡？王主任，您出手伤人，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没有伤到我们的员工和这位陆女士，我可是要报警的。我在你们醉仙楼消费了这么多次，你们还报警抓我？陆女士是我们醉仙楼的贵宾，您是在我们这儿多次消费，但是每次都是挂在您工作的工厂账上。我已经给工厂打了电话了，让工厂替您把这笔账结清。喂，哎，厂长，王主任，你被开除了，你私自挪用公款，还用公司的名义吃喝玩乐，我已经报警了，你就等着蹲监狱吧。哎，厂长，喂，带走。好，散了吧。山报系统检测到宿主主动帮助杨玲化解恶意刁难，符合山报标准，奖励现金200万元，已转入宿主账户。银行卡到账200万元。 yes， 又赚到200万了，我有钱买房子了。陆小姐，啊，你千万别这样。谢谢你，陆小姐。要是没有你，我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关系，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别害怕。这个新楼真好看，我终于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你好，女士，请问是来看房的吗？我们这里有2室、3室，还有4室的户型，全部都是精装修，拎包入住。请问您要了解哪种户型？虽然我现在有了系统能赚钱，但房子够住就好了。我要个2室的就行了。一看呢，他就是买不起。我劝你啊，还是别跟他浪费时间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刷卡，全款。好的，女士，这就帮您办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再也不用挤员工宿舍了。哇，楼下的花园好漂亮啊！以后晚上可以在这里散步啦。这是鬼吗？这鬼也需要帮助？不，呸！鬼呀！不，是有鬼！我不是鬼，对不起啊，我刚从片场跑回来，还没来得及卸妆，吓到你了吧？你是个演员吧？你长得那么漂亮，名气肯定很大吧？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欺负！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说说，或许我能帮到你。谢谢你，但没人能帮我。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说的话，就真的没有人能帮到你了。我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你跟我说的话，我或许能帮你出出主意呢。我是一个新人演员，昨天导演让我去酒店谈剧本，结果他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偏偏反抗，他就打我，还说要封杀我，让我在这个圈子永远都混不下去。真是太过分了，恶心！怎么有这种人呢？对了，你知道这个导演叫什么名字吗？张成，他在这个圈子里很有势力，报警都没用，他还威胁我，只要我敢说出去，他就对我的家人下手。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张成，别怕。哦，我想起来了，我说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呢？他不是那个大导演，就是拍过很多电影那个。这会儿你敢接吗？他在电影圈的这个人脉太广了，难度有点大。萌萌，要不还是算了吧。没事儿。多少钱能查？卢小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他是公众人物，权力又大。你看我这个，是不是？这里有5万定金，事成之后再给你10万。
行，3天，3天给你们拿付。嗯，谢谢，记住一定要拍到实锤。哎呀，这个你放心，在业内我的口碑杠杠的。毛毛，谢谢你收留我。张成知道我的住处，我一个人不敢回去。没事儿，不用担心，等事情结束了再做打算。毛毛，谢谢你。我知道你也是一个普通人，我很感激你能帮助我。虽然我现在没有钱，但你放心，你帮我找私家侦探的那15万块钱，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不用着急还，再说我帮助你的话，我也能挣钱啊。啊？喂，陆小姐，有消息了。明天张成要到星辉酒店见一个女演员，我怀疑他又要对女演员动手了。好，我知道了。好。只要你跟了我，我下一部剧的女主角就是你的。张导，您别为难我，我只想好好演戏。怎么，你想像苏婉一样被封杀吗？还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啊？只有照片没有说服力啊！哎，放心，房间里我早就放了监听器了，一定有收获。陆小姐，证据都在这儿了。张导，你别这样。曹会长，您是南城影视协会的会长，我想请问，如果有演员遭受到不公平对待，你会怎么办？4个字，绝不姑息。曹会长，这里是张成导演威胁潜规则女演员的证据，你看一下。其实我们早就有收到过关于张成的举报，但是奈何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法无天，胆大妄为。这样，现在我就联系媒体，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曹会长，苏婉因为反抗张成被打还被封杀，希望您能还他一个公道。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张导，今天咱们的采访是全球直播，您的新电影备受关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创作理念吗？主要是团队的努力还有演员们的配合。那这什么东西啊！赶紧给我撤了！张导，请问您对潜规则女演员威胁并封杀苏婉的事怎么解释？你别乱说啊！我警告你，你要再胡说，我告你诽谤我！张导，您潜规则女演员的照片已经全网公布了，现在已经冲到了热搜第1，各大影视协会已经联名封杀您了。这不是真的，这是污蔑，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今日快讯：著名导演张成因潜规则女演员被行业永久封杀。张成看着人模狗样的，竟然这么下三滥，封杀的好，这狗东西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小姑娘。对啊，太好了，他终于得到报应了。我接个电话。喂，我是苏婉。您说什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刚刚曹会长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已经解除了对我的封杀，而且还有几个大制作电影要让我当女主角。太好了！善报系统检测到宿主已帮助苏婉化解危机，符合善报标准，奖励现金300万，已转入宿主账户。挣钱了，挣钱了，挣钱了！恭喜最佳女主角得主苏婉。我能有今天，首先感谢导演，感谢所有剧组的工作人员，也感谢我的朋友、家人以及支持我的粉丝们。最感谢的人是陆嬷嬷小姐，感谢你们。嬷嬷，这50万是我给你的谢礼，谢谢。原来好人有好报，就是这个意思。桃花村快到了啊！
今天天气这么好，最适合来露营。哎，两位来买些我们家的石榴吧，甜得很。看来这位大叔需要帮助。大叔，你这石榴怎么卖啊？姑娘，我们家的石榴甜得很，你要买的话便宜，3块1斤。3块，这么便宜？今年我们桃花村的人都种了石榴，种的人太多，成熟的石榴大量堆积，都没人要了，马上就要烂在园子里了。索性就成本价卖，能卖多少算多少吧。这些石榴要是卖不出去的话，今年我们家的脚骨就没着落了。我们村像我一样的有10几户人。大叔，那你有没有跟批发商联系啊？联系过。2天前有一个叫张老板的人来看过，说是南城最大的水果经销商。看过之后，说是要以3毛钱1斤的价格收购，那怎么能行呢？3毛1斤，我连话费钱都收不回来。哎，就是他。南城水果批发张老板。大叔，我有办法帮你把石榴卖出去。姑娘，我知道你是好心，你就不用安慰我了。这么多的石榴哪能卖得完呢？你能买几个，我就很感激了。大叔，你信我，我保证今天就帮你把石榴卖出去。你说真的？喂，萌萌，我正要打电话告诉你，我得奖了。婉婉，我刚刚看你直播了，恭喜你啊！今天晚上咱们庆祝一下，我请客，一会儿我去你家接你。婉婉，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好。小赵来了，帮我告诉司机，一会儿我要去桃花村。桃花村？您去那儿干嘛？晚会儿还有品牌拍摄。麻烦你帮我推了吧。跟品牌方解释一下，就说我有要紧的事要处理，后续再补拍。好的。婉婉，你过来一下。婉婉，你刚得了最佳女演员的奖，我就让你来直播带货，会不会影响你以后的发展啊？这有什么？我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呀，在果园里直播卖货，这叫回归本心。好，那咱们就真实点，现场播石榴，给大家看清楚果粒。放心吧，看我的吧。大家好，我是婉婉。今天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水果——助农产品石榴。你看这颜色，这光泽，一口咬下去，指定是满满爆汁啊！来，家人们，听我的，3、2、1，上链接！来看一下，下了100单了，200单了，库存清空了。大叔，再加1000单。好，来，大家听我的，这种石榴好不好吃？好吃。萌萌，咱们都已经卖了3万多单了，销量突然就降下去了。直播间里还有很多恶意弹幕，是不是有人故意在捣乱？我看一下，这些评论 IP 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肯定是同行搞的鬼。让我看一下是谁。南城水果批发张老板，原来是他。之前他想低价收购村里的石榴，但是被薛大叔拒绝了，现在居然恶意造谣抹黑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我有办法了，婉婉继续直播。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桃花村的石榴园，每一颗都是自然成熟。现在我们随机摘一个，让女神婉婉亲自试吃。家人们，我来试吃一下。家人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颗石榴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味道非常的甜美，绝对不存在催熟剂，请大家放心购买。南城水果批发张老板，薛老头，我3毛钱1斤收你的石榴，你还不乐意卖？我已经雇了大量的水军在你们直播间里造谣，识相的就赶紧关了直播，把石榴卖给我。我警告你，别他妈的不识好歹，要不然我让你今后的果子都没人收。大家听到了吗？就是这个人，他之前想低价收购村里的石榴，结果被薛大叔拒绝了，现在就恶意造谣抹黑我们。南城水果批发地质，再也不买他们的水果了，真是恶心，这么欺负农民。由此可见，桃花村的石榴是真的好呀！兄弟们，赶紧冲！赶紧冲，赶紧冲！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们。萌萌，
苏婉小姐，这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桃花村里所有的石榴都卖出去了。这下好了，家家都拿到了钱，太感谢你们了。不用谢，能帮到你们我也很开心。来，陆小姐、苏小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呀！不用不用，别客气，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能跟你合个照吗？好呀，好呀。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滞销，奖励现金400万，已转入宿主账户。谢谢你送我回来，今天辛苦你了，拜拜。那我就先走了，晚安。大叔，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睡在这儿啊？姑娘，你是谁啊？我们这兜里可没钱，可别找我们麻烦啊！大叔，我不是坏人，我就是看你们睡在这儿有点担心。你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跟我说说，或许我能帮到你呢。我就是一个农民工，3天了，没有正儿八经吃上1顿饭，兜里也没什么钱，更别提租房子了，只能睡在这烂尾楼里。大叔，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来，谢谢啊！快来，包子、豆浆，谢谢你啊！大叔，你慢点吃。对了，你怎么称呼啊？我姓周，你叫我老周就行。周大叔，我叫陆萌萌，明天我帮你一起找工作，肯定能挣到钱。哎呀，陆姑娘，我不是挣不着钱，我们老板，他欠我们工资。都已经欠了大半年了。什么？欠了半年？可不是嘛，欠了大半年了。我们干完了一个工程，就去找老板结账。老板说工程款没结下来，1分钱都没给我们。我们去找他要了好多次钱了，要么就是躲着不见，要么就让保安把我们轰出来了。那你有没有跟他们签合同呀？合同没有签。我老板叫李大海，我俩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他说不用签，我就信了。结果呢？这1分钱都没有给我们，看来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在骗周大叔。周大叔，你放心，我会帮你讨回工资的。真的吗？谢谢啊！谢谢。陈记者，这就是李大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资料。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资料就是你的了。这是独家爆料。李大海，他可是南城有名的开发商，我记得他去年可是上过慈善企业家榜单啊。对，就是这个李大海。跟着他干的农民工因为没钱住在大马路上，而他却住在别墅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陆小姐，这份资料我能先看看吗？两位先坐。陆小姐，李大海有专业的律师团队，想要扳倒李大海，除非有证据。我只是个小记者，没背景，这件事恐怕有难度。陈记者，如果我们负责提供证据，你负责报道，咱们尽量把这事情放大，是不是就有希望了？这位就是李大海手下的农民工周大叔，他能作证。对，我们一起干活的有10几个人，都能证明李大海是1分钱都没有给我们。你先别着急，先坐。虽然李大海在南城势力很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舆论，这也是你擅长的，对吧？而且如果帮农民工讨回工资，这对你来说也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是不是？好，只要有证据，我就敢报道。明天我就去采访这些农民工。谢谢。来，开机。各位大叔，可以说了。对着这儿吗？对。大家好。我叫老周，我是一个农民工，我们老板叫李大海，他欠我们半年工钱了。这旁边啊都是我的工友们，也1分钱没有拿到，请大家帮帮我们。是啊，我孩子等着交学费，我老婆还在住院。李大海要是再不给我们结工资，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呀！先请大家说一下你们干了哪个项目，有什么证据？我这儿有个笔记本，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从3月到9月干了多少活，盖了多少房，都在这儿呢。对，我这儿也有，我们上工的时候拍的都有照片，这些就是证据。太好了。萌萌，刚刚的视频啊已经发出去了，短短10分钟，浏览量已经破10万了。太好了！刚刚我接到台里领导通知，说是相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太好了，这些农民工的钱就有着落了。喂，台长，您说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刚刚我接到台里领导的通知，说是有消息爆料称李大海正在把资产转移到他老婆名下，他准备移民。移民？那这些农民工的钱就更难要回来了。哎，走，萌萌，我带你去个地方。这衣服你从哪儿弄来的？做我们这行的，没点手段怎么能行？啊，到了。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们是来打扫卫生的。这里是李总办公室，不需要打扫，赶紧走，赶紧走。什么情况？不好意思啊，地板脏了，我马上打扫一下。行。怎么样？怎么样？录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吗？等着看吧。李总，不好了！现在网上到处都是您承认拖欠农民工工资，还要以工程质量问题扣掉所有工资的录音。哪里来的录音？李总，我也不知道，是南城电视台爆出来的。南城电视台，让他们报吧！我今天就要移民了，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拿到钱！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休想从我这拿到1分钱！李大海，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进行不正当竞争，且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现在你的所有资产都已经被冻结了，跟我们走吧。根据你们提供的证据和报道，我们已经对李大海进行了立案调查，他转移资产的账户也已经被我们冻结了。我们真的能要回我们的工资了吗？您放心，我们会让他在3天内结清所有欠款。如果他不配合，我们会立刻申请相关部门对他进行强制执行。我们终于能拿到自己的工资了，太好了，太好了！陆姑娘啊，要是没有你啊，我们这辈子恐怕都要不回自己的工资了。周大叔，您太客气了，这种事情换了谁都不会袖手旁观。谢谢啊，谢谢。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农民工讨薪成功，奖励现金500万元，观澜苑别墅1套。不仅奖励了钱，还奖励了别墅。系统，你对我真好。这别墅就是好，沙发都这么软。青石乡小学20名贫困留守儿童因教学楼年久失修，即将面临辍学。陆姑娘，青石小学20个孩子，只有这1间教室，这教室已经是危房了，一下雨屋内就漏雨。每次孩子们在里面上课，我都胆战心惊的。青石小学只有我1个教室，这些学生也都是留守儿童，没钱修房子，所以他们马上就没地方读书了。孩子们不能辍学，不读书将来就没有出路。唉，这样吧，林校长，我会无偿捐赠1栋教学楼给青石小学，而且孩子们的开销我也全包了。真的吗，陆姑娘？太谢谢你了。不过在你之前，我们青石小学的事情被新闻报道之后，有个人也说要捐赠我们教学楼，好像是什么公益组织，已经在走流程了。乡亲们，乡亲们，我是咱们筑梦公益协会的会长，这次来就是给咱们捐建教学楼的。好，好。不过建教学楼需要启动资金，每家每户只需要500块啊，还要钱啊？不过大家不要担心，等教学楼建好之后啊，相关部门会把我们的500块钱押金补贴回来。哎，那还行，那还行，可以。我们家实在没有500块，能不能缓一缓？这位老乡，押金是为了证明大家的诚意，你要是不交，等教学楼建好，你可别怪我不给你家孩子留名额呀。哎呀，后果太严重了。林校长，这公益协会来捐赠教学楼，为什么还要收费啊？我也问过高会长，可是高会长给我看了他们协会的资质，说是相关部门亲自颁发的，而且他再三跟我保证，说这500块钱押金，将来相关部门会1分不差的退还给大家。
娃有学上，将来才能走出这村子。为了我家娃儿，我交。哎，我也交。对，一个一个来啊。 500块钱我交，这可是我们1年的生活费。会长，你可一定要还给我呀！哎，行，你放心，这个钱呀，一定会退给你的。大家都别讲，乡亲们别信他，一个公益协会来学校建教学楼，竟然还要挨家挨户收押金，他就是个骗子，大家别信他。竟然是骗子！你是谁？敢在这里造谣？小心我告你诽谤！刚才我已经上网查过了，根本没有筑梦公益协会这个组织，而且我已经联系相关部门，他们根本没有收到过任何捐建教学楼的申请。骗子！这。 我们家都这么难了，为什么还要骗我们？哎呀，我就想让我娃上个学，咋就这么难呢？高会长，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赶快离开！姑娘，多亏了你啊！只是我们家孩子恐怕又没学上了，这咋办呢？大家别担心，青石小学的楼我来建，1分钱都不用大家出。谢谢姑娘，陆姑娘，这教室还是30年前建的，去年雨季塌了半面墙，我就用木板堵着，将就到了现在。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小雨，小雨这孩子成绩最好，每次都能考全校第1。姐姐，我想上学，我还想考大学，去城里看看。小雨，你放心，姐姐一定会让你上学，一定会让你有新教室、新书本。林校长，我明天就安排工程队过来，尽早给孩子们一个新教室。谢谢。孩子们。 陆姐姐给咱们青石小学捐赠的新教学楼漂不漂亮？漂亮，我能继续上学了。那我们要跟陆姐姐说什么呀？谢谢陆姐姐。不用谢。孩子们，你们先去玩吧。陆姑娘，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县教育局的电话。县教育局听说我们捐建了新的教学楼，准备给我们配备2名正式的老师，同时还会给我们补贴教学设备费用。这可真是太好了，孩子们终于有了正式的老师，再也不用跟着我这个半吊子老师了。您太谦虚了。 您是他们真正的引路人啊！其实呢，我还有个想法，现在不都流行远程教学吗？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和城里的老师合作，让城里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这个主意好！现在咱们有教学楼了，我明天就联系供应商，给学校里安装一些影音设备。您来联系市里的重点小学，这样就能尽早开通远程教学啦。这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今天我们青石小学新教学楼正式启用了。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陆萌萌女士。是陆萌萌女士给我们捐建了这栋教学楼，并且资助了我们所有学生的学费，还给我们购买了影音设备。孩子们，看到你们有新教室、新书本，我特别开心。学习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希望你们将来有出息之后，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接下来有请陆女士给我们青石小学揭牌。好。 这怎么回事？经过全体村民和师生的同意，我们决定正式将青石小学更名为陆萌萌希望小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新教学楼吧。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资助青石小学，奖励现金1000万元，已转入宿主账户。真的吗？竟然奖励了1000万，发财了！陆萌萌女士。 您不仅捐建了陆萌萌希望小学，而且还被评为南城公益爱心人士。您有什么获奖感言吗？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因为我也遇到过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去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干嘛呢？哎，你放开我！我要找陆萌萌。等一下。 放开我！我不是来闹事的，我要找陆萌萌。放开他吧，我认识他。他不是来闹事的，他是来找我帮忙的。请问你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陆小姐，我是看了您的报道才来找你的，求求你帮帮我。我叫赵磊，我是做 AI 智能算法的。上个月公司裁员，把我给裁了，我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我连老婆孩子都快养不起了。你先冷静一下，你们请稍等一下。 咱们去那边坐着吧，慢慢聊。好，陆小姐，我今天不是故意来打扰您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研发的 AI 智能算法系统能够帮助大型超市减少30%的库存浪费。之前在试点超市测试过了，非常有前景。但是前公司说投入大，回报慢，不但把这个项目给砍了，还把我给辞退了。赵先生，你这个系统听起来确实不错，你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
当然可以。陆小姐，你看，这就是我研发的系统。这个系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消费习惯，自动调整库存补货周期。之前在南城的一个大型超市试点，1个月就帮他们减少了8万的滞销损失。哦，那这些系统只能用在那些大型超市吗？不，我们做了轻量化版本，小型超市甚至是社区便利店都能用。啊，赵先生，我觉得这个系统确实不错，但是你也可以拿这个系统去面试别的公司呀。我试过，但南城的所有科技公司都不要我，说我是被前公司辞退的，而且说这个研发的系统没有上市认证。那如果我出资帮你开个公司，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是说你要帮我开公司？对，我帮你开个公司，你负责技术研发，利润55分，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太可以了，陆小姐，太谢谢你了。赵先生，你别激动啊，我还有个条件没说呢。你说，我想让这个系统用到那些山区、乡村的农副产品代销上，帮助他们减少运输消耗，增加客流。还有件事，你得拿出一份详细的开发和推广计划。至于钱的事情嘛，我来解决。没问题，我现在就回去写计划，明天一早保证让您看到一个完整的方案。小心没关系，太高兴了。山豹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失业人员，奖励现金500万元，已转入宿主账户，另外附加 AI 智能手册1本。怎么这次系统还给了本程序手册啊？老大，出事了！这套系统总是弹出莫名的漏洞，情况非常棘手。李工，你这套系统的核心算法是没问题的，但是数据采集模块是有漏洞的。要是超市的数据格式不统一，就会导致分析出错，而且农村代销点的设备五花八门的，这套系统根本没法用啊！不可能啊！这套系统咱们在试点超市测试过，非常顺利，没问题啊。大型超市的设备几乎都是统一的，但是农村代销点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忽略了多个市适配，这套系统还不能上线。那怎么办？明天就是咱们新系统的发布会了，如果系统不能如期上线，那咱发布会怎么办？怎么了？陆总，坐，出什么事了？陆总，现在这套系统还不能上线，为什么呀？咱的推广公司已经开始入场了，就等咱们的系统上线开始推广呢。陆总，是我的责任，我忽略了农村代销点的特性，所以这套系统现在是有漏洞的。那什么时候才能上线啊？最快也要1周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攻破。陆总，这是我无意间得到的，你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哎，好。你看，这是目前行业最顶尖的算法模型，没想到陆总竟然是隐藏的程序大佬。陆总，你这个手册是从哪儿得到的？总不能说是系统给的吧？这个就是我无意间得到的，运气好吧？这本程序手册里面的内容正好可以解决咱们现在的难题。有了这个手册，我们应该今晚就能改完这个系统。太好了，那就辛苦赵总跟李工了。请问陆总 ，AI 智能系统上线后，请问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接下来，我们的系统将会免费提供给全国的中小型商户，比如说山区代销点，还有社区便民超市。我要特别感谢陆总，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坚持不下来了。这个系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更是所有中小商户的希望。以后我会继续优化系统，让它帮助更多的人。近日，由萌萌科技公司研发的 AI 智能系统已经全面上市，免费使用，预计受益人数将达到10万余人。喂，陆总，好消息啊！咱们公司的市值已经突破1个亿了。我刚刚接到了几个天使投资人的电话，说是要帮咱们公司上市呢。等公司成功上市，咱们至少能有2个亿的利润。太好了，你来对接吧。好。本来想着帮赵磊开个公司，只是想让他能继续挣钱养家而已，没想到这公司啊能挣这么多钱。爱女小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手术。
看来就是这里了。请问您二位就是小乐的爸妈吧？是。是。你是？我是来帮小乐的。谢谢。小乐爸妈，小乐现在是什么情况？小乐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需要尽快手术，否则这辈子就完了。手术费需要30万，我和他爸都是农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实在是没办法，才在网上发了海地筹。可是就算发了海地筹，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都以为我们是骗子。到现在，小乐的手术费还是没凑到。小乐爸妈，你们别急，小乐手术的费用我来解决。什么？你给？可是小乐手术费要30万呀！小乐爸妈，你们放心，除了手术费用，我还会给小乐找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来给小乐治病。谢谢，谢谢你姑娘。小乐这么可爱，等病好了之后，就跟正常小孩一样了。谢谢姐姐。不用谢。谢谢你，姑娘。心脏专家我们已经找到了，只要手术费能凑够，小乐就能立马手术。那太好了。这卡里有30万，你们拿着给小乐当治疗费用。谢谢，谢谢姑娘。等小乐病好了以后，我一定带着小乐登门道谢。姑娘，您贵姓？我叫陆萌萌。小乐怎么样了？王主任，我刚还找你呢。小乐的手术费凑齐了，你赶紧联系那位心脏专家，赶紧给小乐做手术吧。小乐爸爸，你先别着急，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你也知道，我可是动用了我私人关系，给小乐请来了国内最顶级的心脏专家。只不过这位专家有点忙，不愿意来。什么？你之前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小乐的手术费凑够了以后，专家就立刻给我们小乐做手术的。是啊，王主任，小乐的病不能再拖了。你们先别着急，先听我说完。人家专家虽然说不愿意来，但是我跟专家的私交很好，人家给我这个面子，来给小乐做手术了。太好了，小乐有救了。你们看，这好不容易才说服专家来给小乐做手术，这个好处嘛，我懂，我这就给你转。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是专业的医生，有医德的，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责，我怎么可能要你红包呢？只不过这位专家吧，他需要打点一下。那专家需要多少钱啊？不多，也就5万块钱对接费。交完钱之后啊，立马给小乐做手术。王主任，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小乐这手术费30万，还是昨天一个姑娘捐的。要不您给专家再说一下，我们家里实在没钱了呀。等小乐病好了，我们俩就回家种地，把1年的收成都卖了，之后再给专家钱，成吗？我说小乐爸妈，我都费这么大劲请专家过来了，你们这是一点诚意也没有呀？不是，从来没听说过治病救人还需要诚意。你是谁？你又是谁啊？我是咱们医院心脏科主任医生。医生，咱们医院有这个医生吗？我是心脏科主任医生，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你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我只是不经常来医院而已。你这个骗子！小乐爸妈已经这么可怜了，你还要骗他们？我们已经报警了，跟警察解释吧。哎，这咋回事呢？小乐爸妈，陆小姐，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所有的手术费钱我就给那个骗子了。现在做手术的费用有了，可我们什么人脉都没有，去哪里找专家给小乐做手术呀？别担心，我已经联系记者寻找专家了，小乐一定会好起来的。谢谢。不用谢，不用谢。萌萌，我联系了国内3位顶尖的心脏科专家，这是资料，你看看。晨曦，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些资料。谢什么？小乐这么可怜，帮助他是应该的。啊，这个周教授我在新闻联播上看过他做微创先心病手术非常擅长。乐乐要是能被他治疗的话，乐乐一定会好起来的。但是周教授最近在外省参加学术会议，可能要半个月之后才回来。陆小姐，小乐今天突然发了高烧，医生说情况不好，需要尽快手术。不知道小乐怎么样，会不会有危险啊？放心，有周教授亲自做手术，咱们家小乐肯定会没事的。
手术非常成功，只要后续好好康复，小乐就是个正常孩子了。啊，太感谢了，周教授，谢谢。你们还应该谢谢陆小姐，是陆小姐连夜去外省找我，再三求我来给小乐做手术的。陆小姐，谢谢。别！小乐爸妈不用谢，小乐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我也希望小乐能平安长大。太好了！山豹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重病儿童，奖励现金1000万，已转入宿主账户。30万换回一个健康的孩子，还奖励了1000万，值了。晨曦，小乐的事情多谢你帮忙了。谢什么？帮助小乐的事啊，台里已经知道了，台长特别高兴，还给我评了优秀员工，从下个月起涨薪。请慢用。哎，等一下，这菜我们没点呀。这是我们店老板送您2位的菜，您是我们店最后一桌顾客，我们店明天就要关店了，请慢用。哎，老板。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老板，你这店为什么要关店啊？哎，姑娘，这家店开不下去了。你这饭菜这么好吃，怎么会开不下去呢？哎，这年头的饭菜好吃，它不一定能挣钱呢。我这家店呢是100年老店了，那配方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这每道菜的食材用料都有讲究。我从父亲手里接手这家店也有20年了，从来没有涨过价。这不，最近1年一直在亏本，哎，实在是撑不住了。哎呀，120年了，我太爷爷传下来的，到我这儿断了。昨天房东还来催房租呢，再不交啊就要收店了。老板，那你有什么打算呢？那转让的消息我也挂上去了，这2天也有几个人来看，想买，到时候谁给的价钱合适，哎，就卖掉了。你能带我看看吗？可以。这边是我们的配菜区，你看这肉都是每天凌晨去市场挑的，肥的少，瘦的多，这样做出来的菜才香呢。哎，之前啊，有人劝我用冻肉，能节省1半成本，我没同意。那砸招牌的事儿，咱不能干。老板，你就没想过涨价吗？嗨，这店100多年了，那大家伙都是冲着价格实惠、味道又好来的。你说我要涨价，那也太对不起顾客了。我呀，宁愿自己亏点儿，也不想让顾客失望啊。老板，房租是多少？我替你交。啊，哎，不行，姑娘，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呀，能来尝尝我的手艺，我就很感激了啊。哎，我不是白给你钱，我先给你提供资金，先保住福顺居。啊，你继续营业，利润咱们5/5分，你觉得怎么样？那太好了。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明天就签合同，这店啊还是你的。行。好了，合同签好了。郑叔，以后我负责资金，你就负责饭菜的品质。谢谢陆姑娘了，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能砸了咱福顺居的招牌。老郑啊，你这是怎么了？你真的要把这个店给卖了？哎，不是卖，是陆姑娘把店买下来了，还让我继续干。哎呦，姑娘呀，你可真是好心人呐！这福顺居要是关了，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就没有地方吃这老味道了。我也喜欢这里的味道，所以才不想让这么好的店就这么没了。我这就给房东老钱打电话，这店呢，咱还得继续开。别打了。哎，老钱，你来的正好。那个，我这店呢不退租了，我现在就给你转房租啊。老郑，你先等等，你前2天说要退租，这又不退了，你让我可多为难。哎，老钱呐，你看这房子我都租了20年了，我这店不退租，那对你不也是好事儿吗？哎呀，什么好事儿啊！你说要退租，我呢已经找好租户了，所以说这房子你不能再租了呀。什么？不能租了？你嚷嚷什么？不是，你租给谁了？我去找他要回来。要什么要？我租给人家奶茶店了，人家等着你清退完入场装修呢。不是，我已经跟陆姑娘签好合同了，我这店还得继续开呀。老郑啊，不是我为难你，人家奶茶店给我租金是你的2倍呀，我有啥理由不租给人家呢？至于你这店的事儿，咱就自己解决吧。钱叔，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觉得福顺居是南城的老店，突然换了地点，顾客们找不到，这对福顺居还有郑叔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姑娘，你说这些话我能不知道吗？
这个老郑在咱这儿开了20多年饭店，从来没有涨过价。我也知道他不容易，但是咱说说，这20多年以来，我涨过房租没有？我也算仁至义尽了吧。明年我儿子就要上大学了，我也需要钱呀。所以说呀，你们也别为难我。钱叔，房租不管涨多少，我来出。但是福顺居啊，不能搬，而且这条街是南城的老街，我觉得老街不需要奶茶店，但是更需要福顺居这样的老店。姑娘说的没错，你呀就别打这个店的主意了。福顺居要是搬走了，我们这些老街坊去哪儿吃饭呢？我还有个计划，就是把福顺居的招牌打出去，到时候福顺居就成了南街的招牌老店了。钱叔，你忍心看着福顺居这么没落下去吗？哎呀，算了算了，这个房子我不收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讲清楚啊，房租我可得涨。不管房租涨没涨，我来出。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百年老店起死回生，奖励现金500万元，已转入宿主账户，以及免费推广书1套。推广书，太好了，或许真的有用。郑叔，哎，萌萌来了。郑叔最近生意怎么样？哎呦，好的不得了！自从你在网上推出过那个推广，对了，推广这生意啊就好的不得了。我这一天忙的我哟，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福顺居最重要的就是品质，品质好了不涨价，大家自然喜欢来吃。哎，对对对，这也太好吃了吧！是啊，不愧是百年老字号，价格实惠，味道鲜美。我以前呢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宝藏小店，我们以后每周都来吃。哎，老板，再加2个菜。哎，来了来了，小秦，快，看看客人需要点什么。萌萌啊，你看，这是这2天的收入明细，收入整整翻了3倍呀！特别是你还推出了那个外卖业务，这收入又是一大笔。哎呦，我这百年老店呐，总算是活过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对不起，我马上帮你擦干净。我的裤子是钉着的，你怎么这么的不小心？哎，这位顾客，这实在是对不住啊！刚才这送外卖的小姑娘，她也不是故意的。您这样，您的衣服啊，我们负责送去干洗。待会有一位重要的客户，我的裤子脏了，耽误了我的生意，必须赔偿。请问您需要多少赔偿？我这单生意值10万块，他得赔我5万块损失费。5万？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刚不小心进门滑倒，才弄脏了你的裤子。我1个月工资才4000，根本赔不起5万。赔不起？那就跟我回警察局吧。哎，这位先生，你放开他，我们可以协商。多少钱？我来赔你。哼，没想到华夏也有如此低等的职业，你给我提现都不赔。算我倒霉，5万块就你来赔。该死的小日子，在这里耀武扬威，还不看看这是哪儿？赔是自然赔的，但是在赔偿之前需要确认一下，你说的生意是什么生意，不然我很难判断你是不是在敲诈。我堂堂天皇之后，怎么可能会敲诈？那你快说，你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生意？我的生意是天皇国机密，你的不配知道。那算了吧，这5万块钱算我赔你的。萌萌，不能给，这家伙一看就是在敲诈呀！我警告你，不要乱讲，你这是污蔑。郑叔，你放心，我自有分寸，拿着吧。哟西，这才对嘛，我就不追究了。等等，根据华夏法律，恶意索要远超实际损失的赔偿，你已涉嫌敲诈，你走不了了。なんですか？是谁报的警？警察同志，是
是我报的警，这里有人敲诈。你们这是污蔑，我没有敲诈，我没有。警察同志，刚才这位外卖员不小心把饭菜洒在这位先生的裤子上，这位先生就要索赔5万元，而且他已经收了我的5万块钱，已经构成敲诈。我把钱还给你，我不要了，怪我倒霉，怪我倒霉。你涉嫌敲诈勒索，麻烦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我已经把钱还给他了，还要带我走？你已经拿了这位女士的钱，敲诈勒索事实已经成立，具体情况还要进一步调查，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干得漂亮！这种仗势欺人的货色就该受到教训。什么玩意儿，还敢蔑视我们华夏？我呸！小秦啊，哎，你去拿工具，把这儿收拾一下。好嘞。哎，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同为华夏人，怎么能眼睁睁的看你被这种人欺负？谢谢。去忙吧。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外卖员化解危机，奖励华夏币500万，已转入宿主账户。又挣钱了。哪儿啊？小姐姐，你知道福顺居在哪儿吗？从这儿右拐，再往前走就到了。谢谢小姐姐，快走吧。听说福顺居可好吃了，去晚了就没位置了。哎，又是乞讨，今天都遇见3个了，赶紧走，肯定是个骗子。姑娘，不用这么多，给1顿饭钱就行。您拿着吧，这也不多。姑娘，我不是骗子，我只是个瘸子，老伴又是个瞎子，我实在没办法，我才乞讨的。那您可以试试找个工作呀。唉，现在谁会要一个瘸子呀？我这腿是工伤，3年前我在工地做木工，架子塌了，腿残了，老板给了点赔偿就跑了。以后每次找工作，人家要么嫌我腿残，要么嫌我干不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乞讨的。我这腿呀，隔3差5就钻心的疼，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不会用呀。大叔，你要不跟我走吧，我应该能给您安排个合适的岗位。姑娘，您说真的？嗯。可我这腿能行吗？您试试就知道了。好。陈叔，慢点走。谢谢。哎，慢用啊。哎，萌萌啊，这位是？郑叔，这是陈叔，他腿脚不方便，我想给他安排在店里工作，您看行吗？当然可以了。福顺居能有今天，那不全靠萌萌你帮忙吗？哎，福顺居呀，就理应帮助有困难的人。谢谢你们。陈叔，快坐快坐。我一定好好干。郑叔，陈叔腿脚不方便，您可以给他安排一个轻便的活。没问题。这样，老陈你就负责餐具整理和前台收银吧，这2个活都不怎么用腿，可以吧？我看行。陈叔您觉得呢？行。哎呀，老陈啊，你就安心在这儿干啊，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谢谢。坐，陈叔。谢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只能要饭了。陈叔，我可以给您在福顺居附近安排员工住宿，免费的。你也可以把您爱人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您上班也方便了。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家离这儿很远，如果能有免费住宿，那可真是太好了。哎，谢谢姑娘，谢谢你们，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绝不会偷懒。能帮助到您就行，陈叔。对了，您要是还认识其他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你也可以把他们介绍过来，我也可以给他们在福顺居安排工作。啊，好。喂，郑叔，怎么了？萌萌，不好了，刚刚有
有2个顾客来说你招聘残障人士是作秀，是为了骗相关部门的补贴。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骂你。什么？萌萌，网上都说什么了？网上说我招残障人士是为了作秀，实则是骗取补贴，是自私自利，是伪善，简直是胡说八道嘛！他们还说什么了？他们还说我是在玩资本家的套路，实际是为了获得流量，博得大家的同情。怎么会这样？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在这胡说八道啊！那咱们帮助老陈是真心的吗？什么流量啊？咱这福顺居是100年老店了，那从来也没做过乱七八糟的事儿啊！现在网络就是一个大染缸，只要咱们做得好，就有人眼红。有人眼红的话，就会有这些故意抹黑的负面消息。怪不得呢！我说呢，这2天这店里的顾客怎么这么少呢？原来是有人故意抹黑咱们呀！陆老板，郑老板，我想好了。福顺居，就是这儿了。最近福顺居很有话题，我这个时候来探店拍摄，肯定能拍到一些内幕，说不定就能拍到店主骗取相关部门补贴的实锤。到时候我就把视频发到网上，流量一定很好。我想好了，都是因为我给你们添了麻烦，我还是辞职吧。哎，老陈，陈叔，流言蜚语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可是，老板，哎，你好，吃饭。给您菜单，您看看想吃点什么？把你们店里的招牌都给我上一遍，还有，我想要这位大叔给我服务，可以吗？好，姑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我肯定好好服务。哎呀，手滑了，你帮我擦一下吧。哎，姑娘，您稍等，我这就给您端菜啊。天气凉，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唉，陈叔是我们这里的服务员，虽然腿脚不方便，但做事特别细心。有什么需求您就喊他。他是残疾人呀，那你雇他岂不是吃亏了？我看这大叔也不能干什么重活呀。陈叔每天都第一个来我们店里，把餐具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怎么会吃亏呢？菜来喽！姑娘，这是我们店的特色菜，你尝尝。不过你确实不吃亏，我听说现在招残障人士，相关部门会给不少补贴呢。老板娘这算盘打的还是响啊。不是这样的，姑娘，我当时走投无路，是陆老板和郑老板给我工作，还管我住宿，1毛钱的回扣也没有吃。我当时干重活的时候也没有现在工资高。不信你看，你看我每天只上6个小时的班，他们还怕我累着，不让我干重活。难道网上那些人都是瞎说的？哎，你看那个收银员，这不是网上那个被利用骗补贴的残疾人吗？应该是的。这店的老板真会博眼球，要不说他能当老板。算了，不吃了。哎呦，萌萌，这顾客们老议论咱们骗补贴的事儿，不行，咱给顾客们澄清一下。放心，会有人替咱们澄清的。啊？听说了吗？网上有一个叫露露的博主，前2天去福顺居了，拍的视频里那个残疾人真的在很认真的干活。哎，我也看了，那个残疾人真的很不容易。福顺居不是在骗补贴，而是实实在在的帮残疾人就业。露露可是大网红，她替福顺居澄清的视频已经有几千万播放量了。福顺居的那些负面舆论应该很快就会消除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达人露露。我今天的这条视频本来是想求证福顺居雇佣残障人士骗取补贴的传闻，
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福顺居雇佣的残疾人员工叫陈叔，我能证明陈叔他在福顺居工作任劳任怨，福顺居根本没有骗取补贴，这都是谣言。请大家多向福顺居的老板陆萌萌学习，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山报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残障人士就业，奖励资金1000万，已转入宿主账户。城管来了，快跑！不好意思啊，姑娘，下次再买啊。哎呦，您没事吧？没事儿，谢谢姑娘。站住！别跑！哎呦，快跑！姑娘，谢谢你啊！要是被城管逮住，那肯定要罚钱的。我这1个月就白干了。阿姨，不用谢，我能看看你卖的东西吗？当然可以。来，姑娘，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珠子都是挑的好料，不褪色。这全是5块钱的。5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这饰品这么精致。我是下岗工人，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要照顾，没法给别人打工，只能自己做点小饰品，出来摆摆摊儿。这摆摊儿啊，根本就卖不上价钱，卖5块一个，能糊口就行了。阿姨，您手艺这么好，是自学的吗？算是吧。以前就是闲的时候做着玩，没想到现在成了我唯一的指望了。姨，稍等。阿姨，喝点热牛奶，暖暖身子吧。姑娘，让你破费了，我没有钱给你。阿姨，您别客气，这杯我请您喝。谢谢。姨，我有个想法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想法呀？阿姨，你手艺这么好，完全可以自己开个店啊，这样你也能赚更多的钱。姑娘，我也想多挣钱啊，可是我没钱开店，还是算了吧。姨，我可以给您投资，您负责设计和制作，我负责店铺运营和资金，您觉得怎么样？姑娘，你说你帮我开店？哎呀，可是我这自己琢磨的手艺，这开店能行吗？当然可以，现在最缺的就是您这种手艺人。您要是同意，咱们现在就可以去规划店铺的位置，明天就去看店面。谢谢姑娘，我同意。我同意。二位，这儿啊是我们南城最出名的文创街，这条街上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店，人流量也大，氛围非常适合你们做手工饰品店。顾阿姨，我觉得这里不错，您觉得呢？行呀，那我们就定这里吧。来，陆小姐，我们来看一下这间店铺。这间店铺啊，总共30平米，位置也是整个文创街上最好的。之前这家店就是做文创产品的，整个装修风格呢清新雅致，你们不用大改，就可以直接用了。那我们的房租的话呢，是1个月8000块钱，押1付3。8000，这太贵了。萌萌，咱们还是找个便宜的吧。顾阿姨，好的位置才能吸引更多顾客，咱们既然要做，那就做好。您放心，前期的租金和装修我来出，您不用有压力。
就这件了，咱们签合同吧。好的，好的。春霞手工饰品今天开业啦！感谢大家的捧场。全场饰品9折，随便挑，随便选。请进，请进，大家里面请，里面请。顾阿姨，我已经跟福顺居的郑叔说过了，等过段时间，您可以跟福顺居联名，打造一些文创用品，这样你既能增加收入，福顺居也有些小礼物可以送给顾客。哎呀，太好了，萌萌，这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啊，我现在还在马路上摆着摊儿，还被城管追呢。不用谢，我帮你，我也能受益呀。老板，看了你的手工饰品，非常精巧，我很喜欢，想买200套手链，有货吗？200套？是的，我下个月结婚，想买一些伴手礼送给我的朋友们。哎呀，太好了，可以可以，我一定按时交货。里面再看看。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奖励珍稀珠宝10套。这次奖励的是珠宝，太好了，一定很值钱。系统奖励的珠宝竟然卖了2000万，发财了！哇！师傅，去观澜苑别墅。师傅，观澜苑别墅去吗？不好，师傅不是真的睡着了。喂，120。医生，他怎么样了？幸好送来的及时，再晚来一会儿就没命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但还需要住院观察，后续还要做进一步治疗。太好了，谢谢医生。慢点儿，别呛着。刘叔，张姨，陆姑娘来了。刘师傅，您最近好点没？好多了，陆姑娘，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条命就没了。哎，刘师傅，刘师傅，别乱动，别乱动，你好好休息啊。陆姑娘，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昨天接到警察来的电话，说我们家老刘在医院做手术，你说，哎呦，可把我吓坏了。这老刘，他要是有什么事，你说我跟儿子可怎么活呀？张姨，您太客气了，换成谁都会这么做的，我也只是刚好碰见了。刘叔，你以后开车可得多注意休息，千万别劳累了。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哎，快把医药费还给陆姑娘。哦，对对对，来，陆姑娘，我都忘了，这是2万块钱，谢谢你啊，救了我家老刘，还帮他垫付了手术费，谢谢。哎呀，张阿姨，您太客气了，医生说过了，刘叔只要好好康复，就一定会没有后遗症的。刘叔，我也该走了，谢谢你好好休息。张姨，我先走了啊，谢谢。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及时挽救他人生命，奖励现金500万元，定制豪车1辆。竟然还有定制豪车，我还没坐过豪车呢。哇塞，好漂亮啊！哇，这车型，坐着好舒服啊！原来帮助别人不仅能收获快乐，还能得到这么好的奖励，系统对我真好。哇，快看，哇，这
确实好漂亮啊！这车是全球限量版，价值1000万呢，好羡慕啊！今天来看看顾阿姨的店怎么样了？天哪，竟然把我画那么胖！这就是本来的样子呀。好啊，既然说我胖，这画我不要了。你看这砖瓦，还有这路灯，还有墙角的野花，都透着一股细腻的温情。这是我昨天刚画的，画的是巷口的老槐树。你要是喜欢，给50块钱好了。这画也就值20，50块太坑了，还不如买印刷品。就是，现在谁还买这种没名气的画家的画？放在家里都掉价。50块钱太便宜了，你这幅画呀值200块钱。有钱人的钱真是好骗。不用这么多，给50块钱好了。我也没什么名气，不值这个价。你的画值这个价，你的画我很喜欢，我还想看看别的画。啊。这是我上回刚画的。这幅画我也很喜欢，这幅我也要了。谢谢，谢谢你愿意买我的画。其实我之前在美术馆工作，后来美术馆裁员，我就没工作了。我只会画画，只能出来摆摊了。可是现在已经没人愿意买手绘的画了。谢谢你。你画的这么好，为什么不试着和画廊合作呢？我也找过，可画廊说我没名气，让我交5万块钱押金才肯买我的画。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哪有这么多钱啊？这样，我买你10幅画，挂在我公司和餐厅，你有吗？10幅？你说真的？你真的愿意买我的画？真的要买。你的画很有温度，我很喜欢，比那些印刷品好多了。对了，这是5万块钱定金，你先拿着交房租。谢谢，谢谢你愿意买我的画。要不是你愿意买我的画，我明天可能就睡大街了。你别这么说啊，你这么有才华，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画家。对了，帮我把这幅画也打包了，谢谢。画给你。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支持落魄艺术家，奖励世界名画一幅，500万现金。哇，竟然还有世界名画，这下赚大了。徐经理，这些画是我从一个画家手里买来的。最近呢，我想给他办一个公益画展。陆小姐，这些画画风奇特，艺术感很强，想必这位画家一定是位知名画家吧？他现在啊，还只是一个街头画家呢。那不知道陆小姐能否帮徐某引荐一下？他的画我很喜欢，我想见见他。当然可以啦，一会儿我就带你去见他。太好了，等这次公益画展结束之后，我保证他一定会名声大噪的。那就拜托徐经理啦。客气了。对了，徐经理，我想卖到那幅画，你看能值多少钱？天哪，这怎么了，徐经理？这幅画是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啊！这可是流传世界100年的名画真迹。天哪，没想到我此生竟然有幸见到这幅画。陆小姐，这幅画现在市面价值最少上1000万。1000万？这么值钱？陆小姐，我这就去准备拍卖会，一定给这幅画拍一个好价钱。喂，陆小姐，好消息啊！您的那幅世界名画最终以1000万成交，我这就把钱转到您账户。太好了，太谢谢徐经理了。唉，又挣钱了。你午饭就吃这些东西啊？哎呀，是不是妨碍你们做生意了？我这就走。不，天气凉了，进店里吃口热乎饭吧。来，刚出锅的面条，快趁热吃吧。姑娘，我知道你们是好心，可我吃着吃习惯了，不想再花钱吃饭了。阿姨，这碗面不收钱，免费吃，快吃吧。真的免费，快吃吧。
阿姨，现在天气这么冷，别天天吃冷饭了，对身体不好。姑娘，我知道冷饭不能吃，但是我们清洁工早上凌晨4点就要上工，家也离得远，带的饭菜到这都凉透了，没办法，只能这么凑合吃点饭。是所有环卫工人都这样吗？唉，差不多吧。因为环卫工人的工资不高，所以都是自己带饭，想省下来个饭钱。唉，郑叔，啊，我有一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那还得麻烦您。唉，跟我客气什么呀？说吧。郑叔辛苦你了。哎呦，不辛苦，那些环卫工啊，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他们才辛苦呢。今天做了100份，不知道够不够。顾阿姨，今天吃饭了没？还没呢，扫完这条街就吃。顾阿姨，以后我们福顺居每天都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准备爱心午餐，现在就通知工友来吃饭吧。哎，对对，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但都是我亲手做的，保证干净卫生，还热乎呢。你们真是大好人啊！我这就去通知附近的环卫工人们。哎，来，大家快吃吧。姑娘，这饭真能免费吃吗？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陆姑娘怎么会骗我们？昨天中午，陆姑娘特意给我准备了汤面，免费的，吃吧。大家快吃吧，免费午餐不要钱。哎呀，太好了，终于能吃口热乎的了。姑娘，你真是个大好人，谢谢你了。不用谢，以后福顺居啊就是环卫工人的临时休息处了，每天都有免费的午餐吃，还可以进店喝杯热茶，随时都可以。陆姑娘，你真是个大好人呀！之前我们去别的店讨杯热水喝，人家都嫌我们脏，哎呀，你却让我们进来坐着吃热的，真是我们的大恩人。什么脏不脏的呀？咱们福顺居啊可没这么讲究啊。来，大家快吃吧，然后记得每天都来吃。谢谢。吃吧。真好吃。是啊，这吃点热乎的，我的胃都没有那么难受了。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为环卫工提供爱心午餐，奖励现金2000万。近日，百年老店福顺居免费给环卫工人提供午餐，被评为南城爱心饭店。陆萌萌女士被评为南城爱心人士。你看这就做了个饭啊，这还上新闻了。你说这是环卫工给咱送来的锦旗，我呀这就给他挂到店里最显眼的地方去。喂，你好，我是陆萌萌。哎，陆女士，你好，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哎，你好，陆女士。哎，我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哎，好嘞。哎，哎，陆女士，你好。杨经理，你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啊？哎呀，陆女士，实在是抱歉，今天给您打电话实在是太唐突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恰巧又在新闻上看到了您在给环卫工提供爱心午餐，而且您还是咱们观澜院的业主，所以啊，我也就碰碰运气啊，想给您打一下电话。没关系，杨经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呗，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的。哎，陆女士，谢谢您。哎呀，去年啊投资了南城幸福家园项目，本来这个项目年底就要交房了，可是啊上个月资金链突然断了。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实不相瞒，观澜院项目我把我的家底全都投进去了，现在资金链断了，也没有银行愿意给我贷款。哎，这工地啊现在彻底停工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才给您打了电话，想试试运气嘛。杨经理，那要让幸福家园顺利交房的话，要多少钱呢？哎，怎么说也得1个亿。
1个亿耶！是啊，我找了很多投资人，可是他们要么就是嫌这个项目风险太大，要么就是想低价收购，根本就不管业主的死活。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啊，才来找您帮忙的。我挣了这么久的钱才挣到1个亿。陆女士，嗯，您看，这个项目是个刚需项目，买这个房子的人大多都是普通人，有的是刚结婚的小夫妻，有的是攒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还有的是为了孩子上学才买房子的家长。现在房子成了烂尾楼，他们不仅住不上新房，还要还房贷，我的心里难受，我是整夜的睡不着啊。杨经理，我可以给幸福家园注资，但是呢，我有2个条件。真的？嗯，别说是2个条件了，就算是10个条件都没问题啊。第一啊，这房子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准时交房，不能再拖延了。第二呢，就是项目的建设过程要全程公开，接受业主还有我的监督，不能偷工减料。哎呀，您放心，我保证肯定没问题。嗯，陆女士，您真的是我们全体幸福家园业主的恩人呐！谢谢您，谢谢您啊！可怎么不交房租啊？哎呀，还不交房租，这是烂尾楼，哎呀，真是，可把我们害惨了。梁超来了！哎呀，还不交房租！哎，大家伙，哎呀，梁超来了！过去，你还敢来呀？梁超，你还敢来？我们的房子什么时候能交足？害惨了！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我和我老公每个月要还8000房贷，现在租房子还要再花3000，你都快把我逼疯了！哎呀，为啥不交房啊？哎，各位别着急，我已经找到投资人了，明天项目肯定能动工的。我上次见你，你就说这个项目能动工，结果呢，等了2个月，1块砖都没动。哼，你个骗子！投资人在哪儿了？让大家伙看看。对，投资人在哪儿？出来！就是，这位就是我的投资人陆萌萌女士。这小姑娘。大家好，我是陆萌萌，我呀就是杨经理的投资人。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保证，今天呢这个工地就能复工，保证让大家的幸福家园如期交房。你这怎么可能？你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是投资人？张大爷，他真的是我的投资人，我们已经签了合同的，我保证明天工地肯定会复工的。我想起来了，你前2天上过电视，对吧？哎呀，你是那个南城爱心人士，你看看是不是他？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啊！姑娘，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我一辈子的积蓄就买了这1套房子，结果现在房子成了烂尾楼，我现在钱也没了，房子也住不上，我可怎么活呀？还有我呀，姑娘，这房子我是买来给我儿子结婚用的，现在房子烂尾了，我儿子的婚都结不成了呀，你就帮帮我们呀！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大家放心，我一定会让幸福家园如期交房的，我保证。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陆姑娘。杨经理，有了陆小姐的资金支持，我们优化了施工方案，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80%，预计下个月就能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了20天了。太好了，一定要严控质量，按时交房。是。对了，验房环节一定要把握好，保证每个业主都住上好房子。陆女士，您放心，我已经联系了专业的验房团队，每户都会仔细的验，要是有问题啊，我们全额负责整改。各位，我说2句啊，今天是咱们幸福家园顺利交房的日子。好，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投资人陆萌萌女士。陆萌萌女士不仅帮了我，还有各位业主。谢谢陆姑娘，谢谢陆姑娘，要不是你，我们这些业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我也住过狭小的出租屋，知道房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能帮大家解决住房问题，我也很开心的。另外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陆萌萌女士出资
为咱们小区建了老年活动中心和儿童乐园，以后大家的生活就更方便了。太好了，太好了！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姐姐吗？来，给姐姐拿出来看看。姐姐，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希望你喜欢。哇，好漂亮啊！姐姐好喜欢，真乖。那姐姐就收下了。对了，大家赶快去幸福乐园去看看吧。那个粉红色的小熊是我送你们的礼物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好的，好，走。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猪资烂尾楼项目，帮助300余户家庭解决住房难题，奖励现金2亿元。竟然奖励了2亿元，我这下真发大财了！陆姑娘，陆姑娘，这是俺家自己种的菜，你可得收下。要不是你，俺哪这么快住上这么好的小区啊？张大爷，你太客气了。来，不用。哎，拿着。哎呀，俺家小孙女整天吵着要来儿童乐园，还有那个老年健身房，我也可以经常锻炼身体。你真是太为我们着想了。看着大家住的舒服，我也很开心呢。那你先忙，俺就先走了。好，再见。谢谢张大爷。豆豆，豆豆，你去哪儿了？豆豆，别吓奶奶，豆豆。爷，咋回事啊？陆姑娘，你帮我找找我孙子吧，我孙子刚刚还在这儿，动物园玩，一转眼就不见了。豆豆。姨，你别急，咱查查监控，肯定能找到豆豆。走。那是豆豆。这就是这一片区域的监控，豆豆已经不在小区了。麻烦你把那个画面监控放大一下看看吧。好的。豆豆被人抱走了，这可怎么办？我的豆豆谢谢王警官。豆豆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我们排查了幸福家园门口的道路监控，监控拍到一名男子带着孩子离开，可是这名男子戴着口罩和帽子，根本看不清脸。我们联系了附近的派出所，让他们扩大搜索范围，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警察同志，你一定要帮我找回豆豆。豆豆是我们家的命根子，都怪我没有看好豆豆。豆豆要是丢了，我也不活了。您别着急，我们会立刻排查，同时我们也会联系民间的爱心组织，让他们多留意一些豆豆的去向，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您的。谢谢。你先坐。王警官，您刚才说的这个民间爱心组织是什么？他们是一些爱心人士和被拐儿童父母组成的民间组织，主要是自发寻找一些走失和被拐的儿童。哦，王警官，您能帮我联系一下这个组织？我也想出份力。不好意思啊，陆姑娘，我们这儿资金有限，条件有点简陋。您坐。没事，我听王警官说，咱这组织都是由成员出资组建的，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儿子也走失过，多亏了警察同志才把我儿子找回来。从那以后啊，我想说召集一些有同样经历的人，一起组建了这个组织，尽可能的帮助那些走失儿童的家庭。我今天来呀，是给咱组织注资的，有点钱啊，咱组织都能多买点设备，还能多印刷点丢失儿童的信息。那我替走失儿童家庭谢谢你。对了，你这有没有豆豆的信息啊？我们已经跟王警官一起啊，把豆豆的照片发给了南城每个社区。
你来之前，我已经跟王警官同步了信息，暂时还没有豆豆的消息。唉，有线索了，有线索了！有人在郊区的废弃工厂看到了豆豆，快把地址发给王警官，我们现在就过去。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能找到豆豆了。这是豆豆的外套。哎呀，豆豆呢？我的豆豆到底在哪？我们已经排查了整个废弃工厂，整个工厂都没有发现豆豆。刘阿姨，你就相信王警官吧，我们一定会找到豆豆的。我现在就去调查附近的监控，看看可疑人员的动向。警察已经去调查了，你放心吧。根据监控追踪，我们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带着豆豆上了一辆去往林市的大巴车。我们已经联系了林市的警方，进行协助拦截。太好了，只要能追上这辆大巴车，豆豆就有救了。太好了，你们赶紧看好人贩和孩子，我们马上就到。林市警方已经成功拦截了大巴车，豆豆找到了，人贩也被抓到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警察同志，谢谢陆姑娘，你们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城爱心人士陆萌萌女士。大家好。在陆萌萌女士的帮助下，不仅成功找回了被拐儿童豆豆，警方还连带破获了一个跨省拐卖儿童团伙，救出了19名被拐儿童。谢谢大家。陆萌萌女士还曾经给环卫工人提供过爱心午餐，帮农民工讨回薪资，替山区小学修建教学楼，还帮助过各种在生活中遇到过困难的人们。陆萌萌女士，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您的想法？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我同样也遇到过困难，好在上天眷顾了我，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帮助那些同样遇到困难的人。您说的这个上天眷顾了您具体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只要认真做好事，就一定会有收获。山包系统检测到宿主帮助被拐儿童回归家庭，触发最高奖励，奖励现金5亿元。5个亿！您可能不知道，您现在已经是南城首富了。原来做好事儿真的能成首富。